今天我们来聊聊一起近期震撼国际的事件。中国试图威胁一位日本传奇将军，结果不但没有成功，还让这位将军霸气地向全世界宣示我挺台湾。中共原本想借由经济施压逼迫这位日本军神就范，没想到最后却自己翻了车。在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严其茂是何许人也？他为何甘冒风险也要力挺台湾？中国的威吓策略又为何惨遭失败？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为大家抽丝剥茧，还原这场国际角力的精彩全过程。要理解这次事件的震撼性，首先得认识主角严其茂将军。为什么台湾媒体称他是日本军神？这绝非虚言，而是源自他传奇般的军旅生涯。严其茂出生于1953年，年轻时考入日本防卫大学校，主修航空工程。1975年自防卫大学毕业后，他选择投身航空自卫队，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从此，他展开了在长空驰骋的传奇故事。早年间，严其茂被派驻南方的冲绳基地，驾驶当时颇先进的 F-104战斗机执行任务。那个时代的东亚天空并不平静，中国和苏联军机时常在日本周边试探巡航。严其茂以飞行员的敏捷和勇气，多次紧急升空拦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后来他改飞更先进的 F-15战斗机，继续守护日本领空。在长达40年的军人生涯中，严其茂累积了超过100次紧急升空拦截共机与俄罗斯军机的记录。这意味着他曾上百次直面潜在威胁与强势逼近的中俄战机在高空中周旋。这种经历让他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内享有极高声望，堪称王牌中的王牌。有个细节足见其传奇色彩，据说严其茂是日本战后第一位在空中拍下中国军机照片的飞行员。想象一下画面，年轻的他驾驶战机高速逼近中国军机，在云层间巧妙迂回，抓住瞬间机会，用机载相机拍下对方的身影。这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磅礴宣告着日本自卫队新一代飞官的崛起。严其茂也因此被赞誉为传奇飞官，他与共机周旋的事迹在自卫队内部广为流传。随着资历渐深，严其茂不仅在空战技巧上无人能出其右，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他并非只会开战斗机的空中英雄，同时也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既能指挥部队、统筹大局，又熟悉军事理论和训练体系。一步步的，他从一名中队长、航空团司令晋升到航空自卫队防卫部的重要幕僚职务。凭借对防空作战的深刻理解以及优异的统御能力，他在自卫队内扶摇直上。2010年12月，严其茂获任命为航空幕僚长，这相当于日本空军司令，成为掌管整个航空自卫队的最高将领。在这个职位上，他致力于加强日本领空防卫。面对当时逐年增加的中国军机扰日情况，他所领导的空自有效提升了应对效率和战备。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解放军战机与侦察机频频出现在日本周边，航空自卫队每年紧急升空拦截的次数屡创历史新高。严其茂身处决策核心，亲眼见证并指挥了许多次拦截任务，对中共空军的动向了如指掌。2012年1月，基于过去出色的表现，严其茂更上一层楼，接任统合幕僚长一职，一直服务到2014年10月光荣退役。统合幕僚长被誉为日本自卫队制服组之首，相当于日本的参谋总长，也是自卫队最高军事指挥官。这是日本自卫队体制中至高无上的军职，需要协调陆海空3自卫队以及联合作战计划。严其茂成为统合幕僚长，意味着他是当时日本自卫队最具权威的将领之一，也是战后少数以空军出身却统领3军的军人，这在日本是破格而备受瞩目的。在任统合幕僚长期间，严其茂经历了不少大事件。其一，日本政府在他任内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透过决议改变对宪法第9条的传统解释，开始允许日本在有限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在盟国受攻击时，日本可以一同防卫。这对自卫队的使命和运用是重大转变，而严其茂正巧是当时的制服组领袖，他需要让自卫队迅速调整战略战术以适应新政策。据知情者回忆，
岩崎茂在幕僚长会议上冷静分析形势，强调日本必须与盟友协调合作，针对新威胁制定更灵活的防卫体制。他的专业见解对政策落地起了重要作用。此外，面对中国在东海日益强势的军事活动，例如中国在东海单方面划设防空识别区，海警船只频繁进入尖阁诸岛、钓鱼岛周边海域，岩崎茂也参与制定了相应的因应措施。他支持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部署，包括增设雷达站、派驻部队等，以确保日本周边海空域的安全。可以说，他在任内所做的一系列决策，都是为了因应中国崛起带来的压力，为日本未来的防卫布局打下了基础。岩崎茂于2014年底卸下统合幕僚长重任，光荣退役。然而，退役并不意味着他从此远离国防事务，相反地，经验丰富又极具声望的他，旋即成为日本政军两界争相延揽的对象。退役后不久，他受聘担任日本防卫大臣的政策顾问，继续为日本的防务政策献计献策。同时，他也活跃于研究机构和退役将领组织，比如出任日本自卫队退伍军人团体队友会的理事长，致力于推动国防交流与退役官兵福祉。2023年，日本政府表彰他多年来的卓越贡献，授予他瑞宝大寿章这一崇高勋章，这代表着国家对他在安全保障领域奉献的高度肯定。由此可见，岩崎茂几乎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日本的国防事业。他不仅是骁勇善战的空中英雄，也是深谋远虑的军事智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在日本国内和盟国军界都有相当影响力，许多人尊敬地称他为保卫日本的军神，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之一。正因为他有如此传奇的背景与专业能力，当台湾方面向他发出邀请时，立刻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话说回今年初，台湾方面抛出了一个震撼消息，邀请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出任行政院政务顾问，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突破之举。一向以来，台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多半局限在经贸、文化等层面，敏感的军事与安全合作往往点到为止，低调进行。然而随着区域局势的变化，台湾政府这一次大胆地将一位日本最高层级的退役将领引入官方顾问团队，等于向世界宣示台日合作已经迈向一个全新而公开的高度。2025年3月，日本朝日新闻等多家媒体率先报道了此事。消息称，岩崎茂已于3月正式接受台湾行政院的聘任，成为无给职的政务顾问，任期1年，一时激起千层浪。这条新闻立刻引发国际政坛与军事界的热议，因为这是历史上头一遭，有日本自卫队高层退役将官直接担任台湾政府的职务。过去台湾也曾聘请过外籍人士担任顾问，但那多半是经济或城市交流方面的人士，而像岩崎茂这样握有军事资源与经验的日方重量级人物加入台湾政府顾问行列，实属前所未见。为什么台湾会向岩崎茂抛出橄榄枝？背后的考量其实不难理解。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日俱增，台湾迫切需要强化与美日等友好国家的安全合作，以共同因应可能出现的台海危机。日本作为亚洲仅次于中国的强国，又与台湾一水相隔，地缘上最为接近。在地缘政治和战略上，有一句名言：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并非台湾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日本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清的现实。早在2021年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这句话震惊了当时的中南海，也代表日本高层对台海安全的认知正发生重大转变。之后，日本政府内部和执政党开始更坦率讨论台湾安全议题。进入2024年、2025年，日本对于协防台湾的态度越发明确。在今年，日本甚至进一步采取了实际行动，例如制定冲绳等离岛居民在台海冲突情况下的紧急疏散计划，组建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自卫队，以及成立海上运输群，确保战时对南西诸岛位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一系列岛链快速运补等等。这些举措无不围绕着台湾有事的假想，几乎等于把介入台海的准备摊开在台面上。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台湾决定邀请严其茂担任政务顾问。对台湾而言，它的作用有多重意义。首先，严其茂对日本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有深入了解，台湾方面希望借由他的参与，加强台湾与日本在安全领域的沟通合作。有了他这座桥梁，台湾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日本防卫计划的思路，例如日本在台海若出现突发状况时可能的应对措施。过去台日安全对话多为幕后进行，如今严其茂等于公开扮演了台日安全交流窗口的角色，这将大大提升资讯互通的效率。未来若台海情势紧张，台湾可以透过它迅速掌握日本的态度与行动脉动。其次，严其茂的军事专长对台湾很有帮助。举例来说，他曾任航空幕僚长，对防空、制空作战经验丰富，而台湾面临的最大军事压力之一正是解放军的空中威胁。严其茂可以提供针对共机骚扰的战术建议，分享日本在应对中俄军机方面的宝贵经验。同时，他熟悉联合作战指挥，对现代战争如何整合三军战力有深入理解，这对台湾优化自己的联合作战体系、改进国防战略思维都可能带来启发。第三，从象征意义上看，台湾延揽严其茂是对外的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更为公开化、常态化。过去日本出于种种顾虑，在军事上与台湾保持距离，如今借由这位前参谋总长级人物赴台任职，等于告诉全世界，东京与台北在防务领域已建立高度互信，双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台湾愿意公开接受日本高阶将领来台服务，日本方面则默许或支持这样的安排。这反映出两国关系的突破，彼此的信任与认同已达到新高度，甚至可以说是半官方军事同盟的雏形。难怪有专家评论，严其茂出任顾问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台日安全合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当然，台湾方面也非常低调而谨慎地处理这项人事安排。行政院在受访时证实聘任严其茂的消息，但强调这是无给职荣誉顾问，并且按照惯例不对外公布详细名单。很显然，台湾政府深知此举的敏感性，一方面想借重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也不想过度刺激邻国。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消息既然传出，区域内尤其是中国方面的反应可想而知。台湾这步棋无疑触动了北京当局最敏感的神经。毕竟在中国眼中，台湾问题是其内政红线，日本却公然派出前总参谋长级人物协助台湾，这在他们看来几乎是突破一中框架的挑衅。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中国政府立刻表明强烈不满。早在3月下旬，就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此事发出严厉谴责。中国方面重申了他的一贯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日方恪守中日间的各项政治文件和承诺，不得在台湾问题上越界。中国外交部痛批日本政府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精神。他们甚至搬出历史旧账，声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应该谨言慎行。这番话无非是暗指日本二战时曾殖民统治台湾，以及侵华战争的历史，想以战败国的道德包袱来压日本一头。中国官媒和战狼媒体更是连日炮轰，把这件事形容成日本与台湾勾结的铁证。环球时报等媒体用词极尽刻薄，譬如称日本此举是私下伪装，公然与台独势力狼狈为奸。有评论直指，让严其茂担任台湾顾问，等同于把以武谋独和外部干涉直接挂钩，称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恶意干涉和挑衅，严重破坏中日关系。一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文章甚至言辞威胁，提及忘了王毅外长的警告吗？借台湾生事就是给日本找事，扬言如果日方执迷不悟，最终只会引火焚身。可以想见，北京方面在外交场合同样向日本政府施加了压力。据报道，就在严其茂赴任消息曝光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即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大使也紧急约见了日本外务省官员，抗议日本纵容前高官破坏中日政治互信。然而，日本政府这次的反应颇为耐人寻味。面对中国的咄咄逼人，
日本官房长官相当于政府发言人，只是淡淡的表示，关于退役官员个人活动，政府无从置评。一句话将中方的责难推得干干净净，意思是岩崎茂已经退役，他以私人身份接受台湾邀请，日本政府不便干涉。这番答复表面上四两拨千斤，但实则态度坚定，日本官方并未迎合北京去阻止岩崎茂的行动，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默许了他的对台交流。北京显然对此不满意，外交上的抗议碰了软钉子，中共开始寻求其他报复手段。他们将矛头从日本政府转向了岩崎茂本人，打算对他来个杀鸡儆猴。中共素来擅长运用经济杠杆做政治压迫，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盯上了岩崎茂退役后所任职的一家日本企业。原来，岩崎茂虽在2025年出任台湾行政院顾问，但平日他也在日本某大型企业担任高阶顾问。这份工作是有薪酬的，而且该企业在中国大陆有大量业务经营。对中共来说，这正是可乘之机。据台湾方面掌握的讯息，中国当局透过各种途径向那家日本企业施加压力。他们传递的讯息很明确，立即解除岩崎茂担任的顾问职务，否则就让你们在中国的生意受到影响。这话说白了，就是威胁要断人财路，以此惩罚岩崎茂驻台。试想，一家企业辛苦经营中国市场，如果因为雇佣某个顾问而遭到封杀，损失将何其惨重。中共看准了资本逐利的天性，认定这招可以迫使企业就范，进而让岩崎茂陷入两难。一边是多年服务的企业东家，一份优渥的职位，另一边是台湾荣誉顾问的身份。中共意图制造利益冲突，逼岩崎茂必须在个人前途和挺台一举之间选择其一。这步棋可谓阴险又老道。其阴险在于，他表面不动声色地运用了经济力量，不像军事恫吓那样张扬，却能达到精确打击的目的。其老道在于，中共早已熟忍这类手腕，多年来常用经济利益引诱或威逼国际企业和个人迎合中国政治要求，例如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在官网上把台湾标示为中国一省，要求各国艺人表态一中原则，乃至抵制不听话的外企等等。这次他们如法炮制，把黑手伸向一名退役将领的职场饭碗。在中共看来，岩崎茂大概率不敢牺牲自己在企业界的前程，到头来只能乖乖就范，辞去台湾的顾问职务，低调收场。如此一来，台湾政府颜面扫地，台日关系将受挫，而北京则不费一兵一卒达成打击台独勾连的目标，还能杀一儆百，吓阻其他国家的人士莫与台湾走太近。那么，中共这盘如意算盘是否奏效呢？在他们按下施压机器之后，日本那家企业的确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考量。据传，高层一度紧急开会讨论对策，一方面不愿失去在中国庞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担心处理不当，影响公司声誉。同时，岩崎茂本人也面临抉择，是继续担任台湾顾问，还是中断与台湾的合作，以保全企业利益。北京方面甚至可能通过非正式管道向他直接施压或劝说，让他识大体。在这暗潮汹涌的关键时刻，全世界的关注焦点又重新回到岩崎茂身上，他会怎么做？是退缩还是坚守？所有人都在等着看。面对中共精心设计的威胁，岩崎茂用行动给出了他的答案。他选择了台湾，选择坚持信念，丝毫不向压力低头。最终，那家日本企业在中方胁迫下被迫与岩崎茂解除顾问合约，也就是说，岩崎茂失去了这份在日本企业的职位。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北京意料，岩崎茂并未因此向台湾请辞，反而毅然决然地留任台湾行政院政务顾问，态度比以往更加坚定。这等于狠狠打了中共一记耳光。中共原本以为掐住了岩崎茂的经济命脉，足以迫使他知难而退，岂料岩崎茂宁可舍弃个人利益，也不愿向霸凌屈服。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他参与台湾顾问团队并非为名为利，而是出于真心对台湾的支持与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守。岩崎茂没有发表长篇大论来回应北京，但他爽快利落的抉择胜过千言万语。庞佛就在那瞬间，这位70多岁的将军挺直腰杆，向着企图威吓他的势力投以不屑的一瞥，默默宣示出8个字：我挺台湾，
绝不让步。简单的一句话，气魄千钧。台湾方面对此深受感动，也对严其茂的勇气表示由衷敬意。据了解，严其茂在风波之后不久便低调访问台湾，他此行一方面是向台湾政府表达我没事，我会继续履行顾问职责，另一方面也是与台湾相关官员讨论接下来的合作计划。严其茂此时并未张扬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威胁，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台湾朋友们表示，不要担心，我仍会尽力提供建言，为台日关系做出贡献。这种淡定从容的态度更令台湾政界人士敬佩。一位曾与他会晤的立法委员私下透露，严其将军给人的印象依然温和谦逊，但字里行间透着不容动摇的决心。他坦言愿意承担任何后果，也要尽忠职守完成顾问工作。试问如此境界，难怪他能成为一代名将，让人肃然起敬。为了感谢严其茂的坚定支持，台湾政府也在想方设法避免让他承受太大损失。毕竟他丢掉了日本企业的顾问差事，等于少了一份收入和职位头衔。据消息人士称，台湾行政院方面正在研拟进一步的合作方案，希望为严其茂提供更多实质参与台湾政策研究或国防顾问计划的机会。虽然行政院政务顾问本身是无给职，但不排除台湾方面可以透过智库研究、特别委托项目等形式补偿严其茂的付出，让他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发挥所长。同时，这也是向外界表明台湾不会辜负友人的挺身相助，而会加倍珍惜这份情谊。随着事件发展，中共此次威胁行动以彻底翻车告终。他们本意是敲山震虎，结果却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仅没能动摇严其茂对台湾的支持，反而暴露出自身霸道蛮横的一面。在日本与国际社会看来，中共对一名退役将领的职业生涯施压，使其不得不辞职，这种行径实在太过分。日本舆论对此相当反感，有媒体痛批中国竟干涉到日本企业人士，实属前所未闻。甚至连一些平日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此刻也认为北京做得太过火。要知道，严其茂并非现职官员，他以民间身份被台湾聘请，本是台日间正常的人才交流，中共却出重手打压，让日本朝野都感受到不小的屈辱感。在中共步步紧逼之下仍不退缩的严其茂，很快就被塑造成某种捍卫信念的英雄形象。在台湾，他的事迹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许多台湾民众用热烈言辞感谢这位挺台湾的日本阿伯。有人说，他让人想起二战后那些毅然决然选择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人。他的经历也激励了许多台湾网友，他们感慨，连外国友人都愿意为台湾牺牲利益，顶住压力，我们自己更没有退缩的理由。日本那边，网络舆论对严其茂益多给予正面评价，尤其是了解他军旅背景的同行和部属，更是为他的选择赞叹不已。有自卫队退役军官在社交媒体上留言道，不愧是严其前统幕长，依然坚持武士道精神，为信念赴汤蹈火。甚至就连某些一开始对台湾心存疑虑的人，也因这件事对台湾改观。一位日本网友写道，看到严其将军被中国打压，却依然支持台湾，我开始明白，我们与台湾其实站在同一阵线，自由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付出代价去守护的。严其茂一句我挺台湾，简简单单却充满力量，庞佛一道惊雷在国际社会回响。这句话不仅是他个人的态度宣示，更代表着一股正在凝聚的趋势。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国家勇于公开挺身支持台湾，无惧中共压力。在过去，许多国家基于对北京的忌惮，在台湾问题上选择沉默或模棱两可。然而近年来，情势在改变，中国对台湾的咄咄逼人和军事威吓，不仅没有吓倒台湾，反而驱使民主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评论说，严其茂事件是一个缩影，表明北京利用经济势力胁迫他国人士的策略正在失灵。当威胁越来越露骨，反而激发人们内心的反感和对被威胁者的同情，最终效果适得其反。严其茂不畏强权，力挺台湾的故事迅速登上各国媒体版面，成为国际焦点新闻。对许多关心亚太局势的人而言，这是一件极具指标意义的事件。它传递出几个重要信号。首先，
日本正在突破自我设下的限制，对台关系更进一步。长期以来，日本基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和平宪法的约束，在军事上和台湾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然而，面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日增，日本已无法置身事外。从前首相安倍的直言不讳，到现任政府官员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再到如今允许前统合幕僚长公开协助台湾，日本对台政策显然更趋强硬与积极。岩崎茂的任命及其后续事件证明，日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必要时站到台湾一边，这不再是口头上的声援，而是付诸行动的支持。试想，连中共极力打压都无法拆散的台日安全联结，意味着一旦台海本当有事，日本的介入很可能成为现实。其次，中共的恫吓外交在自由世界面前正变得越来越无效。北京近年奉行高压的战狼外交策略，动辄以经济制裁、外交谴责相威胁，试图逼各国就范。在某些案例中，这种策略一开始似乎奏效，比如几年前韩国因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遭中国经济报复，一度重创旅游与娱乐产业。又例如一些国际大企业曾因为台湾称谓问题屈从北京要求修改官网。然而，随着中国对外态度愈发强硬蛮横，反而激起了更多国家的警觉和反弹。岩崎茂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共以为抓住了他经济上的软肋，没想到他宁可断臂求生也不屈服。结果中共除了暴露其霸凌者形象外，一无所获。更重要的是，其他国际人士从中看到了榜样，原来对抗北京压力并非不可能，只要有舍我其谁的胆识，反而能赢得国际尊敬。再次，这件事震慑了中共，也鼓舞了台湾与盟友。对中共而言，他们当前最害怕的莫过于民主国家联手干预台海，而岩崎茂的存在正是这种联手的象征。尽管他只是退役将领、顾问身份，但他背后代表的是日本军界与政府对台海安全的关切和准备。可以预见，北京今后在对台动作上可能不得不更加投鼠忌器，因为他们清楚台湾身后站着美日等强援。在岩崎茂事件后，解放军对台军演的频率或强度是否有所调整，将是观察指标之一。毕竟，他们刚刚被告知，日本的眼睛正通过岩崎茂等人盯着台海，而一旦轻举妄动，国际干预的速度和规模可能超出他们预期。对台湾来说，这事件带来的是莫大的鼓舞和信心。一直以来，台湾都努力拓展国际支持，却时常面临孤立无援的处境。然而如今有像岩崎茂这样德高望重的国际军事人士挺身而出，足以证明台湾并不孤单。更何况不只是日本，近年来美国、欧洲各国也在加强对台支持的力道。美国多次派遣退役将领、国防顾问来台参与军事交流，售台武器的质与量亦持续提升。欧洲议会和多国国会议员访台已成常态，一些国家开始探讨对台湾提供军事与情报协助的可能性。岩崎茂事件庞佛为这股潮流又添上一把火，让更多人认识到协防台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从这件事还可以看到日中关系的新变化。中日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和庞大的经贸往来，日本历届政府对如何拿捏对华关系分寸十分谨慎。然而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并频频展现强硬姿态，日本国内对华政策的辩论也更加激烈。一派主张维持经济合作不对抗，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强硬应对中国挑战。岩崎茂事件后，日本政坛上支持强硬路线的声音可能会更响亮，尤其是中国对岩崎茂采取的经济胁迫，被不少日本政客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一些议员公开呼吁政府应该正面回击北京的不当行径，而不是一味隐忍。他们质疑，如果今天容忍中国干涉日本企业人士，明天是否中国就会更肆无忌惮干预日本内政？因此，这起事件或将成为日本强化对华戒备的又一个契机。环顾全球局势，类似岩崎茂这样的事件，正如星星之火在世界各地闪耀。立陶宛因为和台湾发展关系，遭到中国制裁封杀，但立陶宛人民和政府硬是顶住压力，赢得欧美各国援助与支持。澳大利亚曾因呼吁调查疫情来源被中国经贸报复，结果澳洲不改初衷，并寻求多元市场，
最终北京不得不恢复对话。种种迹象表明，国际反霸凌联盟似乎正在成型，民主国家已逐渐看清，如果各自退缩，将被各个击破，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抵抗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作为抗击威权压迫的最前线，更是获得越来越多实质性的支援。颜其茂事件就是自由世界团结抗压的一次生动演出，传达出我们不会被吓倒的共同心声。最后，让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颜其茂这句我挺台湾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坚定信念。台湾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普世价值在亚太地区的一座灯塔。而颜其茂这位经历丰富的日本将军，在职业生涯的黄昏选择站在这座灯塔的守护行列，无疑是因为他深刻明白台湾安危对区域和平的重要性，也明白捍卫朋友、捍卫正义是军人一生的使命所在。他当年身为飞行员驰骋长空，保卫日本领空，如今虽然退役，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共同的价值天空。这样的故事令人动容，也给我们许多启示。对北京而言，或许也该反思，高压威逼真的能让所有人屈服吗？也许有些人会怕事，但总有人不愿向霸权低头。如果中国继续用错误方式对待台湾问题，只会促使更多颜其茂式的人物出现，促使更多国家看清现实并站到台湾一边。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形容的就是这种弄巧成拙的结局吧。展望未来，台海局势仍可能险峻多变。然而，在颜其茂事件之后，世界也看到了希望的一面，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再孤单，各国正逐步形成协力守护和平的共识。或许有一天，当更多的国际力量为台湾发声，当我挺台湾不再只是一句勇者的宣言，而变成全体民主阵营的共同行动，中共将再也无法用恫吓去改变历史潮流。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颜其茂用他的选择告诉我们，面对霸凌，坚持正义的人或许会经历风雨，但终将赢得尊敬与胜利。中共的威胁在他面前彻底翻车，而那一句铿锵有力的我挺台湾依然回荡在国际社会，激励着无数人。未来，让我们期待会有更多这样的正义之声出现，共同震撼全球，为守护台湾、守护民主价值谱写新的篇章。